迎来到派学院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赞、订阅，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 TV 更新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您的鼓励是对派妹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美东时间18日，派主屏幕更新了。这次主屏幕更新什么内容呢？在主屏幕的下方这样写道：我们正在展示最近在顶尖大学举行的黑客马拉松中获奖的派应用程序项目。项目包括游戏、健康应用程序、NFT 应用程序、具有环境影响的应用程序等。这些项目有助于拓宽可在派平台上构建的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类型，并展示其潜力以及派生态系统成熟和繁荣的真正实用性。下面我们再一起看看这次项目方在几所顶尖大学举办的黑客马拉松比赛的结果情况如何。Pi Network 自豪地赞助了10月14日至16日周末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3场美国编程马拉松。在那里，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热情的学生开发者在 Pi 的平台上开展独特的项目，并将 Pi Cryptocurrency 整合到他们的应用程序中，作为上一篇黑客马拉松博文的后续。今天我们将介绍我们的获胜团队和他们的 Pi 应用程序项目。参加 Hack Harvard、Big Red、Hex 和 CalHex 的优秀学生，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Pi 的技术，并直接向 PiCore 团队学习。这些学生开发者利用 Pi 易于使用的平台和开发者工具，展示了只需1个周末即可开发的创意原型。这些多样化的项目标志着可以在 Pi 网络上构建的更多产品和用力的潜力，并且可以从区块链集成中受益。Pi 的使命之一是扩大 Web3 应用程序的范围，并拓宽基于区块链的服务，可以为世界上的日常生活提供什么的视野。今天我们将重点介绍我们参观过的3场编程马拉松比赛的获胜者团队的创新想法和 Pi 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的使用，使他们脱颖而出。这些项目仅在1个周末的时间内建成，现阶段还只是原型。我们很高兴许多黑客马拉松参与者，包括下面提到的一些团队，都表示有兴趣并打算继续构建他们的 Pi 应用程序。核心团队继续为这些年轻的构建者提供技术和设计建议，目标是支持他们开发成成熟的 Pi 应用程序。下面我们看看这次黑客马拉松获胜队伍情况如何。在每次黑客马拉松中， Pi Network 都会选出一支优秀的获胜团队。我们很高兴向您介绍他们的项目。Hack Harvard 获胜者 SUS 无人机 SUS Drones 团队成员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最佳使用 Pi SDK 奖。在 Hack Harvard， 获胜团队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在构建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无人机系统上。这个名为 SUS Drones 的项目由 Akshay Kumar、Garg Suje、Vijay Bhaskar Chiluvaro 和 Mantasar Syed 领导，包括一个支持传感器的无人机，可以准确测量其下方土地的 COR、CH4 和太阳反射率，从而更好地图表环境因素。使用此信息，SUS Drones 可以计算农场或任何其他土地的碳排放量，并在 Pi Network 上出售相应的碳信用额度。农民、公司和个人将能够看到他们土地上的确切碳排放量，并使用 Pi Network 平台和 Pi 硬币购买或出售他们的碳信用额度。当问到 SUS Drones 团队成员为什么选择 Pi 网络， Vijay Bhaskar Chiluvaro 表示， Pi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合作伙伴，因为它在 Web3 中具有影响力的规模和地位。团队成员 Akshay Kumar 补充说，他们希望利用已经存在的明确受众和用户，加上易用性非常好，因为我们对区块链知之甚少。Pi Network 能够通过我们易于编码的环境简化复杂的项目。区块链不应成为创新的阻碍。我们很高兴 SUS Drones 的项目能够继续发展。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叫 NFTree 团队，成为康奈尔大学这次黑客松获奖者。这是他们获奖的项目。
NLF-Tree 是一个建立在 Pi Network 上的 NTF 项目，旨在资助和支持全球植树。NLF-Tree 的愿景是，每个 NLF-Tree 代表一棵真实的、独特的树，用户可以使用 Pi Crypto 买卖这些代币。NLF-Tree 的专有算法考虑了树木的类型、位置、年龄以及环境和气候因素，为用户提供了对真实树木的健康和价值的估计。Pi Network 和 NLF-Tree 有一些明显的协同作用，正如团队成员 Owen Ertel 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项目专注于可持续性，而 Pi 的平台是生态友好的，因此我们希望构建一个符合我们目标的平台。这个项目为社区和个人提供了以虚拟方式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项目能长多高。下面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这是 Sparkle 团队成员向 Pi Network 创始人 Chandil Fan 和 Nicholas Kokolis 展示他们的应用程序。Team Sparkle 的 Godson Ajodo 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 Pi 上的开发过程。起初，我们认为创建 NFT 和 Pi 应用程序太复杂了，但在黑客马拉松结束时，我们能够推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原型，并且惊讶于我们在1天半的时间内如此轻松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派友们会问 Sparkle 是什么？ Sparkle 中文的意思是发光的意思。在 Sparkle 中，用户玩放置游戏的目的是增加他们的 Sparkle， 并在达到某些成就时解锁新的关卡，然后玩家可以使用 Pi 硬币购买游戏内的 NFT。每个 NFT 都可以为他们的游戏玩法添加新的奖励或功能。而且通过将 Sparkle 放在 Pi 生态系统上，玩家随后可以将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 NFT 道具出售给其他玩家。Pi Network 拥有一个极其易于访问的平台，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成员，也适用于世界各地想要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开发人员。Sparkle、Seuss Jones 和 NLF-Tree 背后的开发人员利用了 Pi 的可访问技术。开发人员不需要任何先前的加密或区块链经验。构建 Pi 应用程序的简单步骤是： 1. 构建 Web 应用程序； 2. 添加 Pi JavaScript 库； 3. 进行 API 调用。在 Pi 平台上就这么简单。看，这些黑客能够在1个周末内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项目的第1阶段。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成功案例研究，我们希望其他开发人员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正如这些黑客马拉松所表明的那样，在 Pi 平台上进行构建既优雅又简单，并且是立即访问，拥有超过3500万会员的活跃用户群的好方法。Pi Network 上的开发人员可以利用简单的支付和用户身份验证集成、低交易费用、环保协议和无缝用户体验，为数百万经过验证的全球社区成员创建一流的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最好的部分。借助 Pi 简单且兼容的平台，无需专业语言或区块链特定经验，即可在 Pi Network 上进行开发。先驱者，如果您想加入乐趣并在 Pi 上构建应用程序，请在 Pi 开发人员门户网站上成为 Pi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并使用您最喜欢的 JavaScript 兼容语言进行编程。如果您不知道如何自己编程，但热衷于为 Pi 生态系统做出贡献，请与您的开发人员朋友合作或介绍 Pi 平台，以构建基于实用程序的 Pi 应用程序。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接下来会做什么，让创新之流流动起来。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如果你觉得派妹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就记得点个赞、订阅、转发吧。我们下期再见。